恭喜世子，贺喜世子。公公辛劳，真是折煞老奴了，世子妃。太后说了，世子妃是自家人，请世子妃安心。太后安康，元敬明白。日后谢家妹妹也是自己家人。那老奴就告退了。世子辛苦。那操办婚事的细节，请世子放心，这是妾分内之事。甚好。二弟，要去哪儿？听说西郊有温泉，我难得回京，正想去享受一番。大哥意有雅兴。今日二弟初见世子妃，难道要走了吗？难不成世子妃想一起？世子衣物都收拾好了吗？余生已经备好。那就恭送世子。你是我阿父新娶的夫人吗？你长得没有我母亲和阿娘好看。叫什么姨母？叫阿紫。还有，说谁不好看呢？你给我赔！给我赔！行行行行行，好，停停停停停，知道了。阿紫可厉害？厉害！小屁孩。早就听闻谢家娘子不好女工，不喜风雅，不务正业，嚣张跋扈。今日一见，我倒是觉得妹妹聪明灵动，让人见之欣喜呢。我也听闻阿紫所嫁非人，孤苦愿意。今日一见，却是怡然自得，清风自来。可见传闻并不可都信。母亲不爱出门，是因为她太穷了，一出门就忍不住要买书，可贵了，一卷古书得有3个9连环呢。我也无别的爱好，就爱藏些书罢了。这几日还淘到了20来卷有趣的野史，还有从西域来的几筐教义经书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几本前朝的画。啊，一说到这些就有些多舌了，妹妹听着无趣吧？理解理解，我也爱收藏各色石头，还会搞些奇技淫巧。或许我可为阿紫做个书吏，可将阿紫的书分门别类，方便归置寻找。拆卸后还能随身携带呢。妹妹若是真的会做，那可就帮我大忙了。既然你喜欢机关淫巧，我记得我这儿有几本书记载的就是古时失传的技艺，我也看不太懂，便一直搁着了。妹妹若是不嫌弃，今日就当见面礼了。那阿紫，我就不客气了。阿紫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这儿是涌泉，如果这儿痛呢，说明平时体内有瘀。这儿是足阳明胃经，平日里你脾胃也不太好吧？不行，阿紫，你救我，救我，救我！妹妹忍着些，你现在疼，一会儿按好了可松快了。哎，世子妃啊，昨夜你又是子时过后才睡的吧？你若再如此，别想再有安神汤。两位阿紫，没想到你们关系这么好啊！难不成你也以为我们像外面传的那样，天天都成无忌言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当年我生子期的时候呢，便是世子妃亲自照料。这些年我在外随军，子期也只由她教养。若说这府里谁与我最亲近，不是世子，而是世子妃。就连每月的家书，我也是寄给蕊夫人的。
厉害厉害，萧无意，你真是人才啊！治军一流，治家也是。侧妃，世子有请。世子找我。萧无意，你总算是救了我一回。两位阿紫，我先走一步了，不好意思。是世子特意嘱咐你给侧妃调理身子的。正是。倒也是用心良苦了。情况便是如此。看来世子留在京中一日，风波便一日不会停。有人想要世子与北府兵离心。世子妃似乎并不担心太后与靖安王府之争。我更关心的是，世子恐怕是真喜欢上谢家玉了。你才看出来啊？你早看出来了，不跟我说。那是因为我赌他俩人啊。没戏。为何？那萧无一此人就没有想要却得不到的东西啊？当真？那家瑜跟齐王殿下……的确，萧无一就没有想要却得不到的东西。不过他心中再喜欢，却不想要，或是压根不敢要呢？非也。这世上能相让之事很多，但唯情义不可让。那咱们赌一把如何？赌就赌。我跟你说，从前我跟我夫君可是总赌的，可从未输过。那你这回一定会输给我。其实我忘了说了，我还有一层赢面。坏了，家瑜还不知道子期不是萧无一的，还有你我跟世子的关系，他不会压根没看出来吧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去告诉他呀。别着急啊，世子没让咱们说。那万一他误会了怎么办啊？咱们不就有世子乐子可以看了吗？难道你不想看他乐子啊？怎么了？失明的情况又出现了，大概1个时辰才恢复。听针灸。我还要多久？头颅中的淤血凝滞导致的。如果一直找不到治愈之法，也许3、5年，也许就在明日。此事不能让第3个人知晓。若有人问起，就说是我胸口有剑伤。这不是长久之计。我萧无一不能有弱点。3、5年，足够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尽我所能，找到方法。裴润恒，你醒醒，醒醒啊！郎中，世子妃，您认识他？这人伤得太重了。郎中，快来快来！哎，你醒醒，醒醒啊！释迦脉国，国之都州。润恒，润恒，走开，别把我。阿紫认识那位学子？是我认错人了，他与我从前的一位朋友长得很像。润恒不会用这样陌生又厌恶的眼光看我，而且我是见过润恒失手的。润恒先生是阿紫的心上人。重阳大典那日，我在祈福树上看到阿紫写的符牌了，上面就是那个名字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他已经去了。重阳日的祈福树也叫阴阳树，本就是为了祭奠故人的友谊。什么？那谁是阿紫也？那阿紫是因为心上人已经不在了，所以才嫁给了萧无一。
是因为我要嫁给萧无医，景太好看啊，所以他才不在。有婚约。陛下刚刚登基，根基不稳，北府君又正好需要粮草，此时正是我何氏与萧氏联姻的好时机。若非族内女眷唯你是理，姑母绝不逼你。姑母，姑母，我又做了此生最后悔的决定。什么事情？我告诉父母和太后，我已有心上人，让他们知道了润恒的存在。润恒是书院院长之子，与我母族有远戚。我以为父母会帮我，结果没多久，我等来的竟然是他的死讯。后来我才查出，当时边境军情告急，北府急需合适的粮草支援，因我迟迟不肯允婚，太后和世子的人马都曾去找过他。所以，是有人害了阿紫的心上人，可能是萧无医干的，也有可能是太后。可若真是萧无医干的，阿紫，你不恨他吗？那一战，萧无医赢得很漂亮，彻底夺回了失去近20年的玉山关，是我何氏的故乡。数万百姓归于故土，你说我该如何去恨？从那之后，我便告诉自己不要再查了，就算真的是萧无医，我也依旧会当好这个世子妃，但也仅此而已。世子这个人从来只看重自己的目标，不会管任何人。是啊，你九丈原受了这么重的伤，都快瞎了，他非要折腾什么改制，什么和谈，还非要自己亲自上场。这世间哪有你这样的疯子？上次你说有一种猛药，可以医治，会很痛苦，就是在拿寿命换眼下。用吧，必是容不得有失。等会儿，那个，你们真的不用再去外面找大夫看看吗？瑞生已是最好的大夫。来，会很难受，坚持住。针施完了，但待会儿会越来越疼。夏雨，你随便说点什么，让世子想点别的。我能说点什么？说什么都行。那我给你讲讲我和阿茂的故事。你还是别说话了。那怎么能行？我得救你啊！我跟你讲我和阿茂第一次见面的故事吧。那个时候他可瘦了，阿父把他带到我面前跟我说，他以后就是阿父的学生。不过我那时候可不喜欢他了，因为我觉得是他抢走了我阿父，我还是更喜欢乐君。但是等他出去游学归来之后，那叫一个风度翩翩，风流倜傥，芝兰玉树。肤浅。你懂什么？阿茂对我可好了，我偷偷溜出去玩，他就在墙脚下接我。我说我喜欢吃梨花糖，他就会去为我买。我说我想看看这世界，他说他也喜欢游历天下。我觉得他就像是老天爷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人，就特地把阿茂按照我想要的样子送到我面前。总之，这个天底下没有比阿茂更好的男人。我讲完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说什么？发表一下意见啊！恭喜。可惜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嫁给阿茂了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早就嫁给长沙王了。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。那我和阿茂还要谢谢你。大可不。
我去煎药，半刻钟后回来取针。好。佳瑜，你说点让他开心的话。我和阿猫的故事不让人开心吗？我明白了，你孤家寡人一个，听到我和阿猫两情相悦的故事，内心肯定是不开心的吧？我怎么就孤家寡人了？行吧行吧，不拆穿你。你还是出去吧，我看见你头疼。你不是说你看不见吗？但是怎么会头疼啊？是不是阿紫扎错了？出去。行，出去就出去。阿紫，世子出事了。他没出事，是我自己被他气出来了。阿紫，你是怎么忍受他的？世子表面严苛乖张，其实脾气很好的。他脾气还好。小脾气不算脾气，尤其是对身边人的小脾气。那你说说，你心目中的世子是个什么样的？霸占民女、冷落原配的大魔头？那倒也没有。之前确实是有这个误会，不过后来我看到你和袁姬阿紫在祈福树上写的话了，子期他也不是。你已经知道一部分了，不过还有一部分，你应当不知道。你在祈福牌上看到的名字，是我的丈夫，他是世子的副将，守城而死。城破的时候，我随军从医，被敌军掳走，关了1个多月。后来，世子带着大军援至，夺回石城，找到了我。不过没多久，我发现我怀了身孕，很多人质疑我的清白。怀疑这孩子的出身，夫家、娘家都逼我为父君殉葬，不愿意承认这个孩子。世子找到我的时候，我已经半个身子都躺在冰河中了。所以你嫁给了萧无业？世子以强战之名，替我挡住了所有人的质疑和威胁。谁敢去招惹一个臭名昭著的靖安王世子呢？后来我生下子期，萧无义告诉我，可以帮我们改换身份，远离健康，平安度日，又或者留下来，子期成为萧家的孩子，而我可以像从前一样，随军做一名大夫。你选择了后者。我想离我丈夫的埋骨之处更近一些，想救更多跟他一样的人。如果你问我，世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想，他一定是个好人。阿紫，其实真正不想让萧大哥上战场的，是老王妃吧？宁愿自己当个恶人，也不肯解释一句，真是个奇怪的人。参见世子。世子妃是意外之客，有疑惑藏于心中多年，今日得家于妹妹提点，想求世子解惑。什么疑惑？当年世子派人去找裴润和，究竟所为何事？去将我书案旁柜匣内第2层里的信封拿过来。诺。我本想派人告诉他，这场婚约只是为了求得粮草，待时机成熟，我会成全你们。只可惜晚了一步。多谢世子，多谢。等等，你方才说得佳瑜提点，他说我将此事隐下，不肯追求真相，是在欺负好人不说话。
他看谁不像好人？佳玉妹妹心性纯良，却有大智慧。朝堂之上，大奸四忠，反之亦是。世子与佳玉妹妹看似南辕北辙，其实是同路人。世子，宫里派的医官到了。我没事，我今天刚……大哥，大哥，想快点好就别说话了。你别生气啊！请立刻给大公子上药施针。诺。你告诉阿娘，别怪无意。我今日很高兴。医官怎么说？他很坚强，一直强忍疼痛，就是不愿在我们面前表露。不过，五脏皆受伤，又得好好休养一段时日了。怪我回去的太晚了。世子不必自责，大哥今日很高兴，起码他向所有人证明了，这静安王府不只有一个萧无意。看来咱俩的赌约胜负已分，我要赢了。不对吧？我记得是我赌他俩，能成？你跟你夫君打赌总赢，是因为你输了就耍赖吧？我没有啊。成，耍赖也可以，学文或是学医，要不让子期都学吧？我觉得可以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说世子给佳玉妹妹取熊胆受伤了吗？那她现在能抱人吗？放心吧，他不疼。也是。你说青龙喜欢的是偃月还是南星啊？我赌是偃月。还赌啊？怎么了？你这进来不说话，比你每次写作呼啦倒着进来更吓人。你之前说我脑子里的血瘀会影响寿命。2、3年会瞎，3、5年会死。能否帮我活得更长久一些？你之前不是说3、5年就够了吗？怎么又突然惜命了？到底能不能？能啊，只要你听话就行。我说了，我已经在想办法了。太后娘娘思念姊妹，请夫人入宫叙话，说是几日才回。老奴只是过来告诉世子妃一声。太后莫要欺人太甚。这些年，太后放任你在静安王府什么都不做，为的就是今日一击致命。无论如何，您终究是何家人，何族上百口人的性命都攥在太后的手里，您自己掂量着。我已经帮太后解锁萃取，如何再拿到却骨令？那是您的事。听闻世子妃最近经常往正通书局跑，是有故人之资，令世子妃恋恋不忘。若是世子妃不肯想办法，那太后就要亲自想办法了。大哥，又去书局了？今日又寻到了一本极珍贵的古书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寻到了几本修曲的古书，是从前工匠跟随李陆海修琴曲时留下的。你如今担任着兼修良道新曲的主事之位，想必这几本书对你来说也很重要。我让人抄好了，给你送过去。没想到你还记挂着。不过这几日外头乱，你还是少出门。知道了。元姬啊，大哥还有事？以后出门多带点人。好。
我不跟你下棋啊，你棋品比父王还差。心情不好，陪我下盘。你有这功夫，不如早点跟人把话说明了。5年了，大哥你可真能磨叽。你，萧无一，她是你世子妃，你萧无一从来不在乎声名狼藉，但她是一个弱女子啊，能不在乎吗？我若开口，如何让她再健康立足？我看世子妃才没你这么愚。你，这是吗？我早已把和离书写给了世子妃，她如今是自由身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你再不抓紧些，人家旧情复燃，你悔之晚矣。柳昭莲真的就是……元姬，大哥也在。我有事情要禀告世子。无疑被杖责有伤，谢娘子在照顾，是为崔俊绑走谢娘子一事。是，我要向世子请罪。崔俊是我放走的，虽说是太后以家人相携，但错了就是错了。夏玉也因为我被崔俊掳走，差点出事。无疑早就知道了，是你拿了青龙的钥匙。什么？凌风铺的事情瞒不住了，雀骨联合矿藏已入世家视线，他们就一定会出手。世家始终都想破坏改制，只要一找到机会，就不会轻易放手。无疑早就有所预感，太后既然已经入局了，就没这么容易脱身。世子要向太后出手了。既如此，我更要去找世子。灼灼，快一枪驰骋。发什么呆呢？你那时为了保下孩子，同家中决裂，是何感受？松了口气。他们叫我殉葬，我还能如何？我若能像你这般果决就好了。明明父兄阿母并不在乎我，宁愿牺牲我的婚姻，也要向太后投诚，而我却无法轻易的抛弃他们。这么多年龟缩在这静安王府里，读书助修，好似清醒，其实就是在逃避。世子早就给了我和离书，而我却不敢离去。从小我随外祖在外行医，发现一件趣事。行医用药，往往是穷人更愿意试猛药、重药，一剂下去常有奇效；而那些世家大族的人生了病，总是用药小心，生怕出错，反而小病拖成大病。你猜是为何？许是因为拥有的少的人更能豁得出去，而从小锦衣玉食长大的人，受恩于家族，便已受制于家族，被人从心底折去了翅膀。顾忌太多了，所以你放不下母族也很正常。人人生而不同，没必要都活成一个样子。母亲，您又在晒书啦？这次母亲不是晒书，而是要把这些书都带走了。母亲要走了吗？何以见得呀？母亲视书如命。若是书要走，定是母亲也要走了。子期真聪明，不过子期放心，母亲不过是换了个地方住而已，还是可以隔三差五的回来检查你的功课的。你看那箱，就是留给你的功课。子期，快回去更衣了，练了一身汗，走。
日子定了。世子说，这院子以后还留给我，日后我依旧是子期的老师，依旧是王府的人。没想到，终究还是会有这一日。我却觉得，幸而走到了这一日。我记得那日，我替无一去和府接你，替他与你完成大礼。那时我便想，我弟弟有福，竟能娶到这样的世子妃。大哥，我知道，你与无一之间虽有信任，却无情义，是他没福气。这几本是关于治河的书，还有一些医书，我觉得对你或许会有用。元吉，若是我不是无一的兄长，大哥，我并非畏惧人言之，只是我一直真心的把你视作兄长，能加入萧家，与你们成为亲人，相互依仗，是我之福。你总是这般聪慧，一点都不给人希望。罢了，出此门去，已是天高海阔。诸君万事随心，得偿所愿。好了，这么快就收拾好了？母亲，元姬啊，这么些年，这偌大的静安王府，其实一直都是你在陪着我。只可惜我们没有婆媳的缘分。无一就不说了。其实，安明他母亲，我心中对一人有愧，难以释怀，心有挂碍。也罢，是我们萧家没有这个福气。元姬，你此次合离归家，收拾何家多年的弊病。何家一旦支持改制，必会受到其他世家的攻击，还有很多难关在等着你。你若有难处，便回来。这锦衣院依旧是你的，这静安王府永远都是你的家。母亲，元姬啊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想要个女儿，可惜无福。我收你做干女儿如何？以后我们母女相承，你依旧是子期的夫子，你意下如何？母亲不弃，元姬自然愿意。在这静安王府的几年里，是我一生中最自由恣意的日子。元姬，三生有幸。快起来！真的救活了？他也是北府军中的，去年脑部受了重击，生了血瘀，但他比你严重，当下便失明了。这一年来啊，我一直在为他诊治。他也是个想活的，什么法子都敢试，什么药都敢吃。如今终于让我找到了清除血瘀的方法，心下他的视力已经恢复了。如果好好调养，相信寿数跟常人无异。什么方法？针灸，开颅。
被你这么治的患者有几个？3个，就活了这1个吧。另外2个呢？死了还是瘫了？能找到法子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你还挑挑拣拣，你不是想活吗？现在法子告诉你了，你若不肯试，当我没说。我不是。你病情没他那么严重，治疗起来没他那么凶险，我保证，对你我更有把握。只要治好了，就没有手术之危了。就算是再小的风险，我也赌不起，北府更赌不起。行，那你就等着3年眼瞎，5年见阎王吧。我去告诉佳瑜。不许去！这是军令。佳瑜不知你病情，他还计划着走遍大业，复原矿藏图，你也舍得？他是为了郡主，也是为了他自己，完成游历四方的心愿。那你们时间本就不多，可以等什么？等我死了以后再给他自由吗？万一我命好5年之后没死呢？他就一直陪在我的身边，守着我。谢家瑜有谢家瑜的路要走。那你可曾想过，佳瑜早晚有一日会知道真相，他会怎么想？说你的病情提前恶化，连3、5年都没有，他游历归来发现你已经不在了，他会不会恨你？你说是吧？夏无义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听到没有？什么？我说，苍山离北府的云中岩很近，我若是经过，可借宿否？当然，如今你可是我们北府君属啊。你可要记得写信哦。好好忙你的北府改制。我也会去找你的。击败北秦很快的，夏无乙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为你和我师父找到矿藏，造出火麒麟。耳边是心跳的鼓点，如你奔赴而来的热烈。哎呀，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，我还真以为你是那个贪官呢，没想到你是来钓鱼的呀。哎呀，你看这，哎呀，这今日赶路赶的实在是太累了，而且我还抓了好多贪官呢。我看这天色也不早了，父王，我今日就先行回去休息了，等明日再来给你请安。谢佳瑜，你别跑！你刚才居然都不认识记账符号是什么意思？你给我回来！谢佳瑜，谢佳瑜，我那么多梨花糕送过去，就是想让你好好的练习功课。你竟然让南星帮你算账诓我，你这样子做，日后如何管理靖安王府的账目啊？阿紫啊，这不是还有南星吗？南星只能帮你，你得先学会自己算。那这不是还有袁家阿紫你吗？我年年说要把账目交给你，你年年推脱，等到开年，我还要跟何氏族人回玉溪郡，我看你还能躲到什么时候？阿紫，你能不能不走呀？你是故意的？我傻妹妹，我也想要自己的人生啊。如今何氏总算是平稳落地了，而我也终于能像你一样去外面看看。从前有何家，后来有萧家，我从来都不是我自己。这一次，我想做一次河源记。
那是柳先生陪你一起？哎，其实吧，我还是更喜欢萧大哥。你若是选择了萧大哥，那以后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。你是就可以永远都不学算账了吧？为什么成长就是要不断分离呢？你放心吧，阿紫，我会好好学的。刘先生，何时做了太傅的走狗？先生知我有藏书，逍遥、萧无疑，甚至萧老王爷都曾借阅批注，于是先生便借我之手，通过借书往来，得到萧家众人的字迹。难道先生当年还我父别？这是父别，以此为证，他日定当偿还。说要还我救命之恩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到了我的用处。绝不是，在下心仪娘子，却不可相告。我早已知晓。这2年，我常出入书局，你难道不知我意？正因知晓，才深知在下配不上娘子。无论是当年的世子妃，还是现在的何家主事，我都配不上。我只是一介布衣，一腔一气，谁都可以琢磨，唯独只有太傅，他答应我了，只要萧无疑倒下，世家重开兰台会，他就可以给我一个官职。你在家中航散，曾在鹿鸣书院求学，与我二哥同床。那时的我，常偷偷换上二哥的衣裳，跑去书院旁边。一来二去，便与你相识。你我志趣相投，常在一块研读。二哥这才告诉我，我是你儿身。你又惊又喜，说要回乡禀告双亲。可偏偏那个时候，我的姑母何太后要在族中选一人与晋安王府联姻，可我钟情于你，姑母得知后，派人将你监杀。我以为你已经死了，可我没想到，那天在书局，裴润恒竟然再次见到你。不可能，你绝对认错人了。你生肖属火，你的左臂有一颗梅花形的疤。但是我们在书院后山采桑时，你为了护我，被野蜂所蛰。还有你的笔记，我绝不会认错。那你为何不早告诉我？在我加入晋安王府的第2年，太后便找了个缘由，给裴家定了罪。你父兄皆死，母亲抑郁，携女自尽。我是何氏女，与裴氏早就是血海深仇，我不敢让你想起过去。我还自欺欺人的以为，只要我不说，便能与你有个新的开始。可我没想到，你竟会被谢怀圭诓骗利用。三郎，你如今还能迷途知返？夏雨，有件事不得不和你说了。萧无疑如果再这么作下去，估计连1年的寿命都撑不住了。
萧无一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。那他现在如何？控制的不错，在密室或夜晚看不见的情况下会多些，但他应该已经习惯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大理寺会用刑。我听元姬说，那位陆廷尉是位酷吏，若伤势加重，就不好说了。为今之计，就是尽快想办法把人救出来。放心，世子虽然不惜命，但我这个大夫还是很在乎招牌的。我会尽我所能，让他活下来。多谢阿紫。好在如今有你，我的胜算反而还大一些。可他已经拖了这么久了。生命是很神奇的，有时候求生之志比什么都重要。曾经我眼中的北府统帅萧无一，更像是一件冰冷的兵器，是没有生命的。他几乎为这天下付出一切，明明是天下为己任，但却好似从未留恋过这天地间的一草一木。直到遇见你，有志之人贪生，殉道之人求死。佳玉，你一定要拉住他。阿紫真是一鸣惊人，一下子就能考到榜首。我以为我这辈子最紧张的会是嫁入靖安王府的那一日，可没想到今天居然比那日还要忐忑。可我从未像今日这般明白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。就是我有些担心阿紫的身份。你说阿茂若是在，遥遥都绿了，齐王比我更期待这次春考的结果。他既然没有揭穿我，日后就更不会。只有手握我的软肋，他才会更放心的用我。能嫁入萧家，与你们成为亲人，相互倚仗，是我之福。亦是天高海阔，祝君万事遂心，得偿所愿。世人皆不过为执念而活，爱恨难断，如风沙一朵，乱箭是非终究不可说，此身在世间皆为因果。我是情若不必再执着，心为枷锁，默念便挣脱，又可须说破。云娘子，你家小子今日没跟你一起出诊呐？他今日啊，在学堂设了个机关，泼了夫子一身少水，夫子留下罚抄呢。半大小子都不省心。是啊，也不知道随谁整天捣鼓机关。我和他爹、他夫子都不这样啊。是吗？
何大人？学堂之内只有夫子。见过何夫子。今日研读上书少告一篇，可都温习过了？回夫子，温习过了。学生贫寒，未有上书。这家书局如今是我的产业，里面都是我何氏藏书。从今日起，你们可以自行借阅抄录，只收笔墨费。多谢何夫子，多谢何夫子。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草盛豆苗稀。